作为音频江湖的两大门派，嗨嗨帮总是嘲笑专业帮没用过好设备，而专业帮嘲笑嗨嗨帮不专业，都是智商税。不过双方在一款耳放上达成了共识。Sound Performance Lab 声音性能实验室，简称 SPL， 创立于1983年，100%德国制造，毕竟工厂就在隔壁。最开始是做音频效果器的，2008年他们打算发布一款全新的效果器——耳机模拟音箱，这样耳机 Phony 听起来就更有人味儿，那就叫 Phonitor 吧。然后顺带加个耳放功能，结果他成功的杀入了 Hi-Fi 圈，人称小猪。等一下，我用耳机好好的，我模拟音箱干嘛呀？搜索录音棚的图片，你肯定能看到音箱，但不一定能看到耳机，因为录音师主要用音箱工作。那为什么不用耳机工作呢？因为音箱更接近自然的声音状态，左右耳有串音。真实世界里，你暗恋的女生在你的正右方跟你说你是一个好人。假如你捂住右耳，你的左耳肯定也能听到，但如果你用耳机，一个正右声道的声音，左耳是彻底听不到的。我们知道录音行业肯定要用封闭式耳机来给歌手录音，那为什么还有开放式监听耳机呢？一是便携，方便音乐人在任何地方996。假如你不用出门，很多工作室也达不到录音棚的声学条件，普通房间的声染高达正负10 dB。另外，音乐人通常深夜工作，用耳机就可以不打扰家人和邻居了。我们上一次评测 Phonitor 2还是10年前，现在第3代终于上市了。我们先开箱看一下10年磨一线的 Phonitor 3。附件有一份连接提醒，一本英德双语说明书，官网也能下载。没有中文，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用翻译工具，或者耐心看完我们这个详细评测。然后一条1.2米的电源线，高端设备就这么朴实无华。外观尺寸和 Phonitor 2一样，同样是2U 高度，卸掉底部的4个金属脚垫，可以塞到2U 的机架里。原厂还有专门的 Expansion Rack 扩展边架，这样上架就不会缺一块了。先看背面板，依然是 Made in Germany。一个主要变化 ，Phonitor 2是有莲花接口的，但 Phonitor 3是清一色卡农接口，完全不考虑民用设备，接口都是 Neutrik， 有3组输入，1组输出。如果加上刚才说的 Expansion Rack， 可以扩展到4组输出。之前 Phonitor 2的电平调节放在了底部，第3代终于放到了背面，方便多了。第一个开关是给耳放加12 dB， 现在万元声卡的线路输出有正20 dBu， 加12 dB 不会爆吗？没事儿 ，SPL 有祖传120伏高压走线，这是跟传奇的 Galaxy Studios 合作的技术。模拟音频信号其实就是电信号，更高的电压就有更大的推力。目前万元级声卡的耳机推力是有上限的，正20 dBu， 大概90毫瓦600欧。Phonitor 3是正32.5 dBu，2700毫瓦600欧啊，太恐怖了。除了第一个开关呢，另外3个开关都是针对卡农输出的，你可以接音箱，也可以接平衡耳机，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转接线。如果不打开2、3、4开关，这时候卡农输出支持大旋钮调节音量，但不带音箱模拟功能，这是为了连接音箱的。如果打开第2小开关呢，卡农输出就同时支持音量调节和音箱模拟，这就可以接平衡耳机了。第3是不带音量调节，也不带音箱模拟，这是最干净的一档，应该是用来连接监听控制器的。第4个小开关是不带音量调节，但带有音箱模拟，这个很奇特，可能是用来连接耳机分配器的，因为耳分能调节每个耳机的音量嘛，这样你就可以让歌手仿佛听着音箱来录音，推荐给土豪录音棚，让你的客户有不一样的录音体验。讲完背面，再看一下前面板。那首先是输入选择1、2、3，哎呀妈，这梆硬的，充满了工业感。玩德产耳放还能顺便撸铁，
DAC 版本的 Phoneet 3，这里还能选择4种数字类型的输入。接下来就是 Phoneet 祖传秘籍 Matrix 耳机模拟音箱效果。现在有一些软件也加上了这个功能啊，但用软件有延迟 ，Phoneet 是纯模拟零延迟。用软件你还必须接电脑，那 Phoneet 是可以接很多种设备。我们先在前面板右下角找到 Matrix 小开关，它还有2档，右边的 OR 档是3种模拟全部打开。左边1档是不调节中置声道，我建议全都打开。下面再细讲啊。然后看一下左边的这3个钮，其中 Cos Phi 是效果的量，首次体验你可以把它开到最大。这时候左右声道原本的音量会下降30%，但另一边声道也会串进来30%。值得一提，它并不是简单的串整个声道，频率上也有轻微调整。官方说是根据人头声学进行了考虑，因为频率越低，指向性越低，所以左音箱能串到你右耳的，通常是中频的低频，高频就被人头挡住了。Angle 是调节音箱的角度，首次体验也是建议开到最大。它是通过改变左右串音的时间差来实现的，因为音箱间隔越近，时间差会越小。同样的，官方还考虑到了频率，而不是整体的调节左右时间差。Center 是调节中置声道。不是左右串音吗？怎么还有中置声道？你想想，左右串音到头的时候，你的左声道是 L 加 R， 右声道是 R 加 L， 两边的声音完全一致，就变成单声道了，就没有声场了。所以要将中置声道衰减一点，才更像音箱。下面我们放首歌给大家对比一下。Took the perfect avenue down the road to both of you. Did I go Dutch? This is too much. 一首歌曲是不是不太明显？因为它效果还取决于歌曲的混音风格。如果作品本来就不宽，主要声部集中在中间，那进一步串音的效果就不会太明显。我们再来听一首大家熟悉的 Adele Love Song。这首歌是将吉他分别放在最左最右，很明显是针对音箱欣赏来制作的，用耳机听就怪怪的，但有了音箱模拟就会自然很多。不过你说像不像真的在听音箱，其实还差一个指标，因为你总是在某个空间里听音箱，有空间就有混响，因此你闭着眼睛就能判断空间的大小和类型。如果没有混响效果，只靠串音的音箱模拟听起来会比较像近距离听同轴音箱。然后接下来看其他功能啊，录音师都需要的 Mono 单声道功能。旁边是偏向性旋钮，有点像左右均衡 pan， 但幅度很小，只有正负 2.25dB， 哇，这么精确。主要还是纠正硬件的，比如我朋友这个 Hi-Fi Man 耳机，左右音量刚好相差2dB， 就可以用上这个旋钮了。那 Solo 可以听左声道或者右声道，你还可以配合刚才的单声道开关，这样你 Solo 左右声道的时候也能在中间。2个 U 仪表有3档灵敏度可以调 ，Output 开关留意了，卡农输出和耳机输出你只能2选1。反向功能可以单独对左右声道反向。你还可以组合单声道开关使用，比如说左边反向之后 Sum to Mono， 这个时候 Mid 中置声道就正负抵消，你听到的就是 Side。听不懂没关系，这个功能一般音乐人可能都用不上，但对于职业混音师是很实用的。拆解比较简单，哇，依然是模拟电路教科书，原件一如既往的豪华，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截图研究啊，这里就不一一介绍每个元件了。那相比其他的耳放呢，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正常的运放，
其实这些小片片就是120伏定制高压运放。右上角的空白是给 DAC 留的空间，如果大家购买的是 DAC 版本，那就会是满满当当的。测试声卡我们用的马头 MK5 作为输出， MK5 是我们测过最干净的声卡之一，特别适合用来测试放大器的失真和底噪。单独测量马头 MK5 的输出动态呢，大概 123.5 dB THD 加 N 将近-109 dB。它的耳机输出是和音箱输出共享 DAC 的，所以也很厉害。实测动态超过了121 dB， THD 加 N 是-108 dB。但由于耳机内部走立体声线路，而不是左右独立的平衡线路，因此左右串音的分数会比音箱输出明显下降。99%的声卡集成耳放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先测试 Phonetor 背面的卡农输出，从 MK5 输出信号到 Phonetor， 再从 Phonetor 背面的卡农接口输出给测量设备。这时候 Phonetor 输出成绩将近122 dB， THD 加 N 提升到-110 dB， 动态下降了一丢丢，底噪和失真也下降了一丢丢，其实相当于无损。Crosstalk 还是有明显下降，但又比 MK5 自带的耳放好不少。看来 Phonetor 的卡农输出还是更针对耳机一点。然后用同样方法再测试 Phonetor 的耳放输出，在关闭音箱模拟的情况下，动态121 dB， THD 加 N -110 dB， 两个数据都比 MK5 自带的耳放更好，但 Crosstalk 比 MK5 更低一点，这其实不太合理。我的理解是它的 Matrix 线路虽然关闭了，但是没有绕开，所以串音会更多一点。这其实和官方参数也是吻合的，看起来好像 Phonetor 和 MK5 自带耳放互有胜负。等等，这并不是正常的听歌场景。测量被动放大设备的时候，通常音量都是要开到头的，但正常听歌没有人会一直开到头，所以下面我们就测试一下衰减12 dB 电平的数据。这时候两者的动态都有大幅下降，但 Phonetor 的动态下降还是更少。神奇的是在马头 Crosstalk 分数等比下降的情况下， Phonetor 的分数反而上升了，甚至还高于官方参数。我也不知道为啥。那以上的测试呢，我们是将测量仪降低电平来测试的。如果用回原来的测量电平， Phonetor 减少的12 dB， 我们通过背面的12 dB 增益来补偿，这个时候 Phonetor 数据更好，已经比 MK5 的自带耳放高出了3 dB 的动态。如果测量电平衰减更多，差距估计会更大。作为 SPL 最成功的产品呢， Phonetor 称得上是万金油。它有众多的型号分布在 SPL 的3大系列里边，入门级的 One 系列里边有 Phonetor One 和它的数字版 One D。那这个我们2年前评测过，它是目前5000以内能买到唯一德产的耳放。那在 Phonetor 针对 Hi-Fi 市场的 Pro-Fi 系列中，目前是有3个型号，它们的接口和功能会更兼顾民用，有莲花口、平衡口，可以遥控，还有3种颜色选择。那 Phonetor 3呢是更针对专业用户，它只有1种颜色，没有莲花口，不带遥控，所以价格也比 Pro-Fi 系列便宜不少。Phonetor 3还有 DAC 版本，我觉得它的功能和 Pro-Fi 系列是有点重复的，价位也和 Phonetor X 一样。那稍友可以考虑一下是选择 Phonetor 3还是 Phonetor X。好了，最后，如果你要上一台万元级专业耳放，说实话，这个价位上各家的声音都不错，好几家的信噪比都是130 dB， 他们的音质可能只有不到1%的区别，但如果是功能上的差别，无论是音箱模拟还是 SAI 监听，都会带给你100%的不同体验。